必須解讀並且理解球員的性格。像熱身的環節就能夠透露出球員的性格、專注力以及投入度，這是重要的線索。觀察球員比賽也能收集到大量的信息，他們的肢體語言、場上移动的方式和隊友的配合等等。好，朋友們，今天大巴黎輸了球，而且核心球員邓貝萊和主教練恩里克都同時批評了隊裡的球員，這是不是有人踢大爺球呢？咱們慢慢娓娓道來。感謝您的點讚，感謝您的評論，也希望您能夠點一個訂閱。我這個節目全是托了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謝大家。關注老 K 世界足壇新聞，盡在掌握。今天的法甲聯賽，大巴黎在客場竟然被雷恩3-1大敗，這也結束了他們最近的7連勝。現在在多賽一輪的情況下，僅僅領先朗斯隊2分。而明天朗斯隊將客場對陣巴黎 FC， 贏了的話将登上头名。這主要是因為大巴黎将重心放在了歐冠聯賽，還有會前往摩納哥參加淘汰附加賽。今天的比賽其實大巴黎表現還可以，不過头號球星金球先生鄧貝萊賽後接受採訪非常不滿意，他認為球員們在場上各自為戰。鄧貝萊說，我們今天進入比賽的狀態非常糟糕，我認為雷恩踢了一場非常出色的比賽，而我們必須拿出更多的鬥志，尤其是要為大巴黎而戰，只有這樣才能贏得比賽。因為如果在场上各自為戰，只顧個人的發揮，那是行不通的，我們也無法贏得想要的冠軍。上賽季我們是把俱樂部、把隊徽、把大巴黎放在首位，而不是先考慮個人。我認為我們必須重新找回這種精神，尤其是在這樣的比賽中。我們都清楚，現在已經進入賽季下半程，首先應該被放在第一位的是巴黎聖日耳曼，而不是個人的表現。我們必須首先為俱樂部而戰，而不是只想着自己。同時，我也認為對方踢了一場非常出色的比賽，他們充滿鬥志，配得上這場勝利。姆巴佩走了之後，鄧貝萊作為扛把子，確實上賽季在歐冠，特別是決賽的表現，不僅是進攻犀利，防守當中給我們展現了另一種前場緊逼。時光荏苒，現在鄧貝萊也算老將，也算是球隊的老大哥了。他這樣的敲打主要是說的年輕球員杜埃今天有些過於粘球，好幾次全队都在跑動快速出球，就杜埃一个人拿球带球放慢了節奏。而且本賽季他不是1次2次了，真的踢得這麼毒這麼差這麼自私，少說也有5-6場。再這樣下去，老 K 建議讓李剛仁首發，杜埃先做替補席好好沉澱一下。我記得有一場比賽 K77 受傷換上杜埃，當時看比賽呀，杜埃上了就感覺完了，傷癒復出後的他有些過於想證明自己，過於搶戲了一點。而大巴黎的主教練恩里克絕對是強人，他針對鄧貝萊的發言補充道，我不會參加這種遊戲的。比賽結束後，球員們在情緒激動時表達對結果的看法很正常，我絕不會允許任何球員把個人置於俱樂部之上，這一點我可以保證。我們有自己的道路，比賽結束後生氣很正常，但我負責確保球隊始終高於個人，這一點毫無疑問。一旦這個原則被打破，一切就完了。不過今天大巴黎的表現真不可思議，我們其實創造了很多機會，預期進球 XG 接近了4個球，但實際上我們只打進了1球，所以真的很不可思議。足球是一項必須進球才能取勝的運動，我們今天在效率上明顯不足，所以輸了比賽。這也並非第一次發生，我們都知道聯賽很艱難，這一方面需要改進。當你錯過許多非常明確的機會的時候，贏球就很困難。那麼好吧，現在已經2月份了，老 K 在幾個月前說過，大巴黎前面狀態不應該出太早，到了3、4月份，特別是臨近歐冠決賽的時候再出狀態，這很重要。但是現在下半程，大巴黎竟然有可能丟掉法甲聯賽領先的位置，這就有些出乎老 K 的意料了。尤其是杜埃，他今天在場上好幾個球，其實可以回傳給阿什拉夫重新組織，非得自己硬帶。看來是時候了，恩里克可以表現你的強硬了，好好調整一下，再不調整就來不及了。今天確實大巴黎有些像上賽季奪了歐冠之後的皇馬踢大野球，比賽的態度出了問題，而對方雷恩確實踢得更好。這樣下去聯賽冠軍就危險了，可能只能客場去死磕朗斯隊那一場。而對面雷恩隊是換帥如換刀，轉換速度、逼搶強度今天全部拉滿，每個球員都卯足了勁兒，精神態度是全部在線，所以4連敗的雷恩把7連勝的大巴黎給宰了。另外必須要說，今年的大巴黎拿歐冠的難度肯定比上賽季要大多了。客觀的講，最重要的是一個好門將頂半支球隊，可是過去從來沒有哪個剛剛拿了歐冠冠軍就把賽季主力門將給送走。
況且上賽季拿歐冠多納魯馬起到的作用是至關重要。這種情況下，今年的巴黎不補強，反而還拆隊，硬生生給自己上了難度，所以本賽季連法甲冠軍都不穩。現在看來，歐冠淘汰賽跟上賽季似乎是走一樣的路，但切不能刻舟求劍，物是人非啊。還有世界杯要近了，巴黎這幫人個個都是國家隊的核心國腳，看起來也有些怕受傷， 50-50 的球也從來不爭，踢得也不夠賣力，生怕參加不了世界杯。所以上賽季拿了歐冠冠軍之後，本賽季一開始大巴黎有些不對勁兒。要我說呀，登贝萊這幾句話真的是恰如其分，恰到好處，恰如其時。現在的 PSG 就需要全員整風，如果精神勁兒提不起來，這球沒法踢。所以希望巴黎隊裡面最像內馬爾，老 K 过去最喜歡的杜埃，好好拿出自己的精神和勁兒。狀態不好我們可以理解，但你狀態不好還這麼毒就不行。最近已經許多場比賽，包括在法國隊，杜埃的狀態真的不太好。這樣下去，世界杯主力可能就沒你戲了。20歲的杜埃比亞馬爾還大2歲，看着亞馬爾逐漸超神，已經來到了球王級別。老 K 理解，心裡面肯定是急。所以年輕人踢球，除了技術以外，最重要的是不斷的過自己心裡這一關，自己才是最了解自己的人。怎麼才能夠認認真真踢自己純粹的足球？這只有自己能解。而今天首發打了74分鐘的登貝萊，在有限的時間內還是制造了幾個威脅，但下半場丟了一個必進球。本賽季他只在聯賽首發了7次，身體遠遠沒有恢復到自己的巔峰狀態。不過我覺得他去年拿了金球獎之後，今天說這幾句話已經展現出他不再是過去那個中二少年。登貝萊也許成熟了，所以我們也要多給他一些耐心，先把自己的身體調養好。而今天打了60分鐘的 K77 表現比其他幾位要好，球商和腳法仍然在線，但面對對方的納吉達呀，速度明顯吃虧。K77 才只有25歲，本賽季也是深受傷病困擾，聯賽只首發了11場。在法甲左邊鋒這個位置， K77 是斷層一樣的存在，但他也是在2月5日左右剛剛恢復訓練，之前是右腳踝扭傷，休息了10天左右。所以大巴黎本賽季上半段真的是傷病不斷。好，另外從巴塞羅那轉會到大巴黎的德羅替補出場了19分鐘，這已經是他來到大巴黎之後第2次替補出場，在場上技術非常絲滑，表現還可以，只是打了10幾分鐘，所以也不用着急下結論。最近巴黎隊的主教練路易斯·恩里克曾經他跟曼聯聯繫在一起，但最終他選擇拒絕來自英超的曼聯，決定繼續執教大巴黎，和俱樂部完成續約。這也意味着他將繼續推進自己在巴黎的長期計劃。恩里克希望在法國國內賽場繼續保持統治力，然後在歐冠賽場衝擊真正的巔峰。俱樂部方面這一次給他續約，也表達了對他的絕對信任。顯然，未來幾個賽季雙方將繼續深度綁定。而在 PSG 的幕後，真正的核心人物之一還有坎波斯。坎波斯最近接受專訪，展望了巴黎俱樂部的未來，同時也回顧了大巴黎的蛻變和許多話題。關鍵的一點，坎波斯帶給大巴黎一個新的思路，未來將持續的關注世界足壇最有希望、最有潛力的年輕人。所以喜歡大巴黎的朋友，這位世界最佳體育總監的話，咱們必須好好聽一聽。坎波斯說，我接受了一個與在摩納哥和里爾時期截然不同的挑戰，來到大巴黎一點也不輕鬆，但我很幸運，就像我在摩納哥時一樣，能夠依靠強有力的支持，尤其是我得到了主席納賽爾的支持。他過去如此，現在也依然給予我完全的信任。在俱樂部內部，我們一致認為是時候要做出改變，開啟一個全新的項目。我得到了力量，也得到了大量的支持。當然，也不能否認大巴黎過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正是那一段歷史塑造了俱樂部的名字，建立了聲譽，也孕育了圍繞球隊的那種魔力。我們正是基於這種基礎去發展今天的項目。在過去的大巴黎，球星的地位往往受到保護，而且他們拿着很高額的薪水，卻不一定能夠帶來相應的成績。現如今，績效和能力成為大巴黎項目的核心，唯一的標準就是表現。現在我們的理念是，出場越多，你的收入就越高，就這麼簡單。這個理念和球隊的內部競爭、陣容構建以及財政公平原則直接相關。決定一家俱樂部是否健康的，並不是你賣了多少球衣，而是你在聯賽結束的時候拿到了多少分數。只要積分足夠，其他的一切都會隨之而來，比如市場、贊助等等。所以想要積累積分就沒有秘密，只有一個原則，只讓最好的球員上場。恰好現在我們的主教練路易斯·恩里克只使用最好的球員，他只看訓練，只看付出，不看其他任何因素。在他手下，球員們都很清楚，他們必須每天在訓練中拼盡全力，才能贏得自己的位置。
過去的大巴黎長期以來沒有能夠充分吸納巴黎大區的年輕人才，這也受到質疑。而我們巴黎大區被視為世界上最大的足球人才庫，所以這是我們現在項目中的一個關鍵支柱。當我們決定引入路易斯·恩里克當主教練的時候，我們就非常清楚，請來的是一位始終願意給年輕人真正機會的教練。他不是象徵性的給3分鐘出場時間，然後就說自己已經啟用了年輕球員，不是這樣的。他給的是實打實的出場時間，一次又一次的給。恩里克傳遞了一個強烈的信息，所有巴黎的年輕球員都必須聽清楚了，只要你們真的足夠出色，就應該考慮來到巴黎聖日耳曼，大巴黎會為你們敞開大門的，你們也能進入一線隊。所以我們的主教練是一位極其出色的教練，他不僅在構建自己的比賽體系方面能力很卓越，而且能夠将他完美的融入俱樂部的整體項目之中。同時，恩里克在幫助球员實現個人成長方面同樣非常強，每一次他負責培養一個年輕球員，都會幫助他們變得更強。一名来到大巴黎的年輕人，在他手下幾乎可以肯定會成為一名更出色的足球運動員。如今我們一線隊的架構已經非常清晰，我們正嘗試像在 U19 和 U23 那樣吸納大巴黎地區最優秀的球員。我們必須讓這些年輕球員明白，只要來到大巴黎就有機會，但前提是他們必須真的非常出色。相信我，要達到這個標準，必須極其出色，才能成為大巴黎的一員。這賽季我們面對的情況和上賽季已經完全不同，而上賽季又和2年前截然不同。以東窗為例，出於多方面原因，這不是引援的最佳時機，除非是極少數特殊情況。對我們來說，上一個東窗的特殊機會就是 K77， 能夠在那個時間點完成這筆引援，是一次我們必須當時要把握的機会。為了把他從那不勒斯帶到巴黎，我們做了大量而細緻的工作，也非常高興他現在已经成為我們的一員。關於這個東窗嘛，我聽到了許多疑問，為什麼我們沒有引援啊等等。不過後來德羅已經加盟了我們，但是有一個重要因素幾乎沒人提及，最好的球員都在參加歐戰，而新的歐冠和歐聯杯賽制讓1月份的轉會操作變得更加複雜。聯賽階段要到1月28日左右才結束，隨後2月還有附加賽。如果一支球隊仍有晉級希望，就沒有任何理由在這個階段放走自己的核心球員，而是會留到最後一刻，爭取最大的成功的概率。所以想讓一名球員離隊，往往意味着要付出更高的代價，而且還無法保證這是一筆好交易。現在東窗引援的風險本身就更大了。你們看看數據，1月轉會窗口引進的前鋒中，有 28% 在當賽季沒有能夠為新球隊打進任何進球。數據清楚地表明，冬窗和夏窗完全不同，條件不同，時機也不同，很容易出現重大的判斷失誤。同時也別忘了，除了門将位置，我們基本保留了上賽季那支贏得全部榮譽的大巴黎球隊。現在我們的主教練，他擁有非同尋常的能量，是一個不知疲倦的工作者。球隊之所以能夠踢出現在的足球，正是因為恩里克把自己的能量傳遞給了球員，並要求球員們高強度的投入。俱樂部整體現在像一台機器在運轉，主席在努力工作，體育顧問在努力工作，主教練在努力工作，球員也在努力工作，運營的團隊同樣如此，所有人都朝着同一個方向前進。如果我們取得了今天的成績，那完全源於這種集體工作的力量。我們球隊內部現在具備高度的紀律性，但這並不是靠強制手段建立的。我们不需要罰款，也不需要在巴黎的夜生活中盯着我們的球員。這是一種源自球隊內部的生活紀律，讓我們能夠贏得一些非凡的成就。我們贏得了歐冠冠軍，這也促成了鄧貝萊獲得金球獎，也讓里岡人和阿什拉夫在他們各自的大陸獲得認可。如今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很清楚，想要複製上賽季的成就將異常艱難。但如果不全力以赴去嘗試，我會感到非常遺憾。我希望至少能再為大巴黎贏得1次歐冠。現在我們已經在上賽季贏得了6座冠軍，如果想要繼續保持動力，那麼很簡單，就必須依靠對大巴黎的熱愛以及對足球的熱情。如果我們感覺到一名球員已經不再全心投入大巴黎，那就意味着他應該離開了。享受踢球的快樂是我們這個項目的核心。如果一名球員不再渴望每天來到訓練場，不再享受在王子公園的球場比賽，不再願意向球迷致意，這也是我們改變的重要一環。如果球員不再和俱樂部和城市產生情感的連接，那麼他就該去尋找新的環境了。
我們現在打造了一支願意為俱樂部付出和犧牲的球隊，他們不懼怕承受痛苦，只為了把大巴黎的利益置於一切之上。正是憑借這種心態，才能在生活中贏得真正重要的東西。去年5月，在歐冠夺冠的前幾天，我和俱樂部續約到了2030年，到時候合同結束，我已經66歲了。我認為大巴黎很可能會是我在足球世界中的最後一個項目。我的健康狀況、我的精力水平以及每天從工作中所能獲得的快樂，將決定我何時停下來。你知道，當你投入如此高強度的工作的時候，這對內在和身體能量的要求都非常高。40歲的時候你可以繼續，但60多歲以後就很難再對未來做出長期規劃。現在我依然保持着同樣的動力和渴望，但如果有一天我發現自己已經無法胜任，我會第一個說，哈哈，我已經沒油了，是時候把車停進車庫裡啦。那麼等我結束這一切的時候，我可以告訴我的小孫子，我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曾經與 C 羅、梅西、內馬爾、姆巴佩、鄧貝萊以及未來即將崛起的偉大球員們共事過的人。在大巴黎，我們擁有一批年輕球員，他們將書寫屬於自己的歷史。哈哈，坎波斯最後這段話太牛了，世上唯一一個和 C 羅、梅西、內馬爾、姆巴佩、鄧貝萊都一起共事過的人。再加上現在大巴黎陣中可能還會有新的巨星誕生。坎波斯這位葡萄牙人就和 C 羅、穆里尼奧還有經紀人門德斯一樣，在足球這個項目中，他真的是最優秀的一個。過去的坎波斯在摩納哥擔任體育總監，也親自提拔了青訓時代的姆巴佩。我們聽聽當時在他眼裡的姆巴佩。坎波斯說，我在看見姆巴佩踢球之前就已經知道了他的名字，那時他已經非常出名。我到了摩納哥後就要求去看看他在拉图尔比训練中心的訓練。那時候是上午10點，比賽才剛開始20分鐘，但比分已經是3-0了，全是姆巴佩进的球。他的表現讓我明白我們遇到了一個什麼樣的天才，所以做出留下他的決定只用了15到20分鐘。我們不得不將整個球隊的計劃調整，來適應姆巴佩的個人發展。隨着時間的推移，我也明白了這一點，也一直沿用這種做法。我們必須將俱樂部的集體計劃、戰術和球員的個人計劃相結合，每次都要努力將它們融合在一起。和球員溝通的時候，我會和他討論如何將個人目標和我們的集體目標相適應，這是我們一起工作的關鍵。將只有14、15歲的姆巴佩納入集體計劃，是我當時最棒的工作經歷之一。所以從姆巴佩14、15歲起，我就和他有着特殊的情誼，我不會忘記，也不會隱瞞。但是在處理姆巴佩離開大巴黎那件事時，我盡可能拋開情感，保持理性。我始終以保護球隊、保護其他球員為核心。無論姆巴佩有多優秀，他確實是頂級球星，但我們也不能讓全隊為他個人的事情買單。我、主教練以及俱樂部管理層的核心訴求是要讓其他球員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我們當時成功處理了這件充滿了情感糾葛的事件。要知道，姆巴佩依然是法國隊的隊長，依然是那個頂級球員。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保護大巴黎俱樂部，要保護所有選擇加盟大巴黎的人。好，正是這位坎波斯，他還談到自己過去很早就已經關注了现在巴薩的世界第一中場佩德里。坎波斯說，幾年前我就去看佩德里比賽，那是我第2次看他踢球。我在他效力拉斯帕爾馬斯隊時就已經關注他了。那是一場西班牙 U17 國家隊的比賽，場邊有6個球探都在觀察他。賽後我們經常一起出去吃飯，交流想法和印象。但現在這已經不可能了。如果你去看一屆 U17 的世界杯，場邊不是5個球探，而是上千個球探，他們自己就能坐滿一整排看台。我們當年沒有視頻，也沒有現在這些工具。如今科技帶來了很多神奇的变化，但當時我們只能依靠直覺和經驗，必須解讀並且理解球員的性格。像熱身的環節就能夠透露出球員的性格、專注力以及投入度，這是重要的線索。觀察球員比賽也能收集到大量的信息，他們的肢體語言、場上移動的方式和隊友的配合等等。球探工作最難的地方是預判球員在场上的表現能否融入到我們球隊自己的體系。我們必須思考某個特定場景下觀察到的球員是不是能夠適應我們自己球隊的環境。這不僅需要經驗，更需要敏銳的直覺。當我和我的兄弟們去看比賽時，有時會問他們覺得場上誰是最佳球員，他們會指給我看，而且往往能猜对。
但是想要搞清楚對我們自己的球隊來說誰是最佳球員，這完全是兩回事。你必須又非常了解自己的球队和俱樂部。所以兄弟们，坎波斯过去幾十年做的真的是一個超級球迷最夢寐以求的事情。他說的也對，像現在的日本聯賽聽說也是動不動就做了一排的歐洲球探，球探的職業現在已經太卷了。好，這幾天英格蘭這邊都是足總杯的第4輪，今天切爾西是客場4-0狂勝了赫爾城。上半場第40分鐘，德拉普助攻，內托在弧頂處遠射破門打破僵局。第52分鐘，還是內托主罰角球，竟然直接把球攻入球門，梅開2度。下半場第60分鐘，德拉普突入禁區後回做，埃斯特旺推射破门，小將讓切爾西3-0領先。第70分鐘，內托帽子戲法，還是德拉普的助攻，內托推射破門。比賽最終4-0。內托這小子虐菜是真有一手，特別是他的遠射。過去對他的批評有些多，但內托呀，他場上的位置越靠近中路越厲害。之前內托頂在中鋒位置的效果就很好，而內托打邊路雖然說他只會公式化的傳中，但他的突破能力絕對強。只要在反擊中有空間，內托就非常擅長突破。但是在豪門切爾西打陣地戰的時候，對方一般擺大巴，所以這時候的內托表現會差許多。今天帽子戲法以後，2026年他也成為第一個上演帽子戲法的葡萄牙球員。最近由於遭到了網暴，內托在 Instagram 將個人資料圖片更新為一張代表葡萄牙隊比賽的照片，僅此而已。但是在 X.com 上面，許多切爾西球迷懇求他離隊，或者要求俱樂部出售他，尤其是在小將埃斯特旺亮相以後，這就讓老 K 有些不能理解。內托在場上是絕對的強，是絕對的切爾西進攻線上的支柱球員之一，如此勤勤懇懇，切爾西的球迷竟然網暴，搞不懂。現在的互聯網雲球迷，老 K 真有些搞不懂。要知道，在切爾西隊內各項賽事進球數比內托更多的只有若昂·佩德羅和恩佐，而且在邊路內托上下奔跑的積極性高於任何其他的切爾西球員，經常能夠看到他參與到進球的整個過程。但難道只因為是葡萄牙球員，所以就得不到球迷的認可嗎？此外，聽說有謠言啊，說內托和球隊核心帕爾默之間關係不好，互相之間不傳球。但數據上看，內托總計585次傳球當中，有43次都傳給了帕爾默，是所有隊友中排名第5高的。考慮到本賽季帕爾默因傷缺席了許多比賽，這個數據已經很可觀了。而且帕爾默的327腳傳球裡面，有39次都傳給了內托，是所有隊友中最多的。這樣的謠言真的是球盲過濾器，謠言不攻自破。雖然說內托打不了 C 位，不是那種能夠貢獻豪華數據的球員，但他就像過去在利物浦的路易斯·迪亞斯一樣，即使狀態不好，只要他上場就不斷的奔跑，不斷的突破，不斷的回防，這種球員是老 K 最喜歡的。所以呀，那幫說英文的在英格蘭本土的切爾西球迷，你們真的應該打開老 K 足球新聞，聽聽英文版。想當車路士球迷可以，但你要具備一些基本的足球知識。沒有沒關係，多聽老 K 足球新聞。對了，最近斯特林不是轉會到菲耶諾德嘛？而且因為勞工證沒有獲批，還無法和新隊友在菲耶諾德一起訓練。由於過去3-4個月斯特林只進行了個人訓練，沒有參加任何比賽，那麼他現在去荷蘭想要拿到工作許可就非常重要，因為他來自英國嘛。根據規定，他現在甚至不能參加菲耶諾德的訓練。哈哈，對這事兒呀，菲耶諾德主教練范佩西也挺着急的。不過問題不大，斯特林現在已經抵達了荷蘭，也受到了球迷熱烈歡迎。本賽季菲耶諾德的形勢很嚴峻，在荷蘭甲級聯賽只是排名第2，落後領頭羊埃因霍溫已經有17分，同時在歐聯杯和荷蘭杯都出局了。菲耶諾德隊希望和斯特林簽下一個長期合同，但斯特林本人倒是很謹慎，最終選擇短約。斯特林雖然是快樂男孩，但一直是老 K 非常欣賞的一位球員。早在2011年，只有16、17歲的斯特林在利物浦上場，當時我眼前就一亮。要知道，過去利物浦一直出這種16、17歲的超級球星，最讓人驚豔的就是當年16歲的邁克爾·歐文。好，那麼英超1月份2個同時上課的主教練卡里克和羅塞尼爾。那麼如果只看聯賽，他們倆現在都是4連勝加1平，可謂是牽起了小手，感情非常好。你贏我也贏，你平我也平。但是看看擊敗的對手，無疑是卡里克那幾場比賽的含金量更高。現在曼聯、切爾西一個第4，一個第5，這就讓我想起了上賽季曼聯和熱刺那一對好兄弟。
所以咱們綜藝聯呀，每年都有新的節目，大家不妨在留言區評論一下，你覺得賽季末卡里克和羅塞尼爾到底誰能拿到更高的分數？到底曼聯、切爾西誰能拿到聯賽第4進軍歐冠呢？好，今天切爾西傳出消息，盯上了葡萄牙體育25歲的烏拉圭後衛馬克西·阿勞霍。除了他們，還有曼城、熱刺、尤文都對阿勞霍非常感興趣，都派出了球探考察。但黑店葡萄牙體育不打算在今年夏天出售，除非有球队送上8000萬歐元以上的報價。阿勞霍在葡萄牙的表現非常出色，現在对他尤文图斯的態度最積極。前段時間在和歐冠曼城的比賽之後，葡萄牙體育的阿勞霍和瓜迪奧拉進行了对話。這家伙身高1.77米，在左路任何位置都能踢。以前曼聯阿莫林還沒有下課的時候也看上了他，當時覺得他非常適合阿莫林在曼聯的戰術體系。好的，這個球員大家也可以加入關注名單。所以玩足球經理遊戲不要去用什麼核武查看隱藏信息，就跟着現實足球世界裡面發生的一切去同步，這樣玩起來才真的有意思。好，今天另一場比賽，莫德里奇老将是太妖了。意甲聯賽客场坐鎮的 AC 米蘭在最困難的時候，靠老將莫德里奇的進球2-1，客場立刻比薩隊。而拉比奧在91分鐘還吃到第2張黃牌被罰下。今天上半場第40分鐘，先是阿特卡梅傳中，奇克破門。而下半場第56分鐘，帕夫洛維奇造了點球，可惜菲尔克魯格主罚偏出，這大大的助長了對方的士氣。於是15分鐘後，比薩隊的洛約拉在禁區內破門，1-1扳平。在最關鍵的時候，第85分鐘是莫德里奇打出一個2過1，踉踉蹌蹌把球捅射建功。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啊！大场面先生莫德里奇40多歲了，面對機會相當冷靜，及時的前插，靈活的跑位，一腳定乾坤。莫德里奇燃盡了，1-1，發現自己隊友前場進不了球，直接自己插到前面去。可惜隊友老將拉比奧在91分鐘不滿裁判判罰，唧唧歪歪，叨叨逼逼，因為嘴臭吃到了第2張黃牌被罰下，下一場又上不了了。AC 米蘭拿到了這關鍵的3分，落後5分，依然保持着對領頭羊國際米蘭的壓力。至此24輪過後， AC 米蘭拿到了53個積分，追平了意甲3分制時代以來球隊隊史第2佳紀錄，和1995到96賽季同為53分，僅次於03-04賽季的61分。而過去的那2個賽季都是 AC 米蘭最終奪冠。可惜本賽季的國際米蘭虐菜穩定性歷史罕見，意甲最後的爭冠已經進入白熱化，因為孔蒂那邊那不勒斯已經變成單線作戰， buff 開始生效了。賽後米蘭球員托莫利接受採訪，談到了莫德里奇，他說莫德里奇是真正的傳奇，是更衣室裡的榜樣。當他像今天這樣踢球，當我們球隊需要一名冠軍球員站出來的時候，他總在那裡。今天就是他幫我們贏下比賽，我們很高興，因為他始終是一個榜樣。好，我們再關注一下巴塞羅那在0-4慘敗給馬競之後， TA 傳來獨家報道，賽後在一次事先沒有安排的談話中，德國教練弗里克嚴厲地批評了球員們的態度和比賽強度。可是隨後球員們告訴主教練，他們對球隊主教練的戰術安排感到擔憂，認為弗里克要求球員們沿用過往的戰術，高位逼搶、高位防守，這並非最佳選擇。在球員們看來，當時的比賽環境並不適合這種戰術。球員們之所以選擇用這種方式表達意見，是因為這種情況在本賽季已經發生過多次。去年11月，在歐冠小組賽中，巴薩幾乎完全失去了對比賽的控制，最終在對陣布魯日的比賽艱難的3-3戰平。而1個月前，他們在西甲聯賽中客場1-4慘敗給塞維利亞，和昨天晚上打馬競的遭遇如出一轍。所以巴薩隊內多名球員都認為，客場輸給馬競的這一場失利，凸顯了在佩德里和拉菲尼亞缺陣的情況下，弗里克想要成功貫徹他的戰術體系的難度。這2位球員因為腿筋的傷勢缺陣，而他們對弗里克這套體系的成功卻至關重要。與此同時，馬德里競技那邊早就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成功破解了巴薩的造業位戰術。西蒙尼的球隊在限制巴薩進攻方面表現得非常出色，而且他們巧妙的後插上，還有前鋒的越位假動作，這幫助他們輕鬆破门得分。所以巴薩球員想要傳達給主教練弗里克一個主要信息，並不是說要放棄這套總體上非常奏效的戰術體系，但是在關鍵比賽和面對特定对手的時候，應該採取更務實的戰術，也要根據現有球員情況做出更大的調整。現在巴薩下一場比賽是周一客場挑戰吉羅納，目前巴薩在西甲聯賽中還領先皇馬1分。
現在的情況下，巴薩計劃在周末要進行更多的會談，為下一場比賽做準備，其中包括一次視頻分析會議，要研究馬德里競技的比賽錄像。現在老 K 看來，球員們說的不無道理，就看弗里克的胸懷有多寬廣。這種關鍵的時刻，關鍵的看法，並不是對主教練造反。站在足球的角度，我反而覺得弗里克應該檢討一下，聯賽和歐冠已經進入最後的關鍵，更衣室可千萬不要出問題。不過弗里克最初的態度是在上半场0-4落後的時候嚴厲批評球隊，他是認為球員在上半場的表現沒有鬥志、沒有強度、沒有競爭慾望。他當時毫不客氣地告訴隊員，上半場的表現對一支想要贏得冠軍並且即將進入決賽的球隊來說不可接受，無法理解這些球員如何以如此缺乏强度的狀態走上球场，尤其是在面对一個每球必爭的馬德里競技的時候。好，另一邊利雅得勝利的隊長 C 羅最新的消息，他即將重新代表球隊參加比賽，明天將參加沙特聯賽第22輪客場挑戰哈薩征服的比賽。過去他的罷賽看來已經結束了。今天阿斯報的評論 C 羅和本澤馬罷賽在沙特頻頻發生，球員已經凌駕於足球之上，而這樣的對抗行為是歐洲任何豪門俱樂部都不會容忍的。值得一提的是 C 羅其實和勝利隊的關係一直非常好，問題只是出在他和 PIF 的高層。總之老 K 預計明天 C 羅上場，勝利隊的客場球迷應該會雷鳴般的掌聲來支持他，但主場球迷一定是漫天噓聲。好的，明天晚上10點半北京時間咱們会直播，也是应評論區的要求，直播拜仁慕尼黑客场對不萊梅的比賽。至於周日呢，北京晚上的黃金時間沒有太好的比賽，咱們就休息一下。今天熱刺這邊也已經官宣了，前尤文主教練圖多爾將擔任熱刺主教練，但只是臨時性質，到賽季末。下賽季熱刺隊熱門主教練的人選是德泽爾比和波切蒂諾。現在在某麻将室，馬雷斯卡、阿莫林、哈維·阿隆索和弗蘭克4位下課的主教練已經湊齊了。至於图多爾，他過去的執教風格是比較強硬，防守至上，脾氣非常衝，非常剛烈不圓滑。短期來看也許會立竿見影，會讓更衣室肅靜。但熱刺的羅梅羅和范德芬不僅是球隊防守的表現，進球也全靠他倆。图多爾和這兩個大哥的關係能不能搞好還真難說。好，另一邊拜仁慕尼黑官方宣布和中後衛於帕梅卡諾終於續約了，續約到2030年。現年27歲的他到時候也就31歲了。最近這幾次續約，拜仁慕尼黑保住了自己的陣容，也將對歐冠冠軍發起最強烈的衝擊。好，英超希臘船王的諾丁漢森林方面即將任命維托爾·佩雷拉擔任主教練，羅馬諾那邊已經 Here we go 了。維托爾·佩雷拉57歲，葡萄牙人，過去曾經執教過費內巴切，還有中超的上海上港，還執教過狼隊。幾個月前他從狼隊下課以後處於賦閒狀態，他帶狼隊的戰績14勝5平19負。好歹上賽季佩雷拉把狼隊帶保級了，這可不容易啊。只是現在到了希臘船王手下，這個老板真不好伺候，也不知道能幹多久。總感覺希臘船王是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另外，剛剛在馬賽隊下課的德泽爾比，他放棄了自己的最後1年合同薪水，這成為促成協議的重要因素。但是他要求馬賽俱樂部為自己帶來的7名助理教練提供更為合理的補償，這個要求也得到了滿足。德澤爾比脾氣是有點大，但這樣的作為才是真男人。這樣的大哥能夠犧牲自己為手下人着想，非常值得我們尊敬。好，喜歡足球動畫片的朋友們，今天也有官方消息，知名的足球動漫《青之蘆葦》第2季即將在2026年上映。這是一部人氣作品，描繪了立志成為職業球員的高中生們的青春奮鬥故事。他的漫畫單行本累計發行量已經突破了2400萬部，2022年就曾經播出過 TV 動畫版，而且第一部真的是神作，算是比較貼近現實的青春熱血番。直接向看漫畫看動畫片的球迷們科普了日本的青训體系，內容很硬核，作者也是真的懂球，值得老 K 點讚。至於另外一部藍色監獄，那只是個熱血番，只不過是借用了足球題材而已，過於誇張看不下去。日本通過漫畫、動畫、遊戲等等文化輸出做得真的不錯，非常值得華人學習。像巴黎队的邊鋒巴爾克拉今天就展示了自己整個背上的紋身，這是一個滿背的日式風格的紋身，主題是一個巨大的武士面具，下方還點綴着神社、日本的風景，還有一位持武士刀的武士。
巴爾克拉過去他右臂上早就紋有武士的面具和武士刀，左臂則紋滿了漫畫和宮崎駿電影的元素，包括了《千與千尋》還有幽靈公主一些圖案。其實足球、籃球、体育也都屬於文化輸出，過去姚明和林書豪打 NBA 就是很好的例子。希望足球方面也真的有華人球員能夠踢出來。好的，感謝大家對節目的支持，謝謝您的點讚和評論。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咱們明天再見。